第一课，超市奇遇记。不，还没，我得去买些食品杂货。哦，真的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加入你们。听起来不错，人越多越热闹。你打算买什么？我需要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。你呢？我的零食吃完了，需要一些健康的选择。零食必不可少。你喜欢甜的还是咸的？两种我都喜欢，但我更偏爱咸味的。咸味零食真好吃，我经常想吃薯片或坚果。薯片会上瘾。你最近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新口味？是的，我发现了辣味墨西哥辣椒薯片，它们太棒了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一定要试试。那我们先去零食区看看吧。好主意，我已经能想象出各种美味佳肴了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零食品牌？我非常喜欢本地手工品牌的各种产品。它们通常都有独特的风味。你还需要什么呢？我还应该买些酸奶和格兰诺拉麦片当早餐。酸奶和格兰诺拉麦片是绝佳的搭配。没错，这是一顿快捷又健康的餐食。你喜欢哪种酸奶？我喜欢希腊酸奶，它口感浓郁顺滑。希腊酸奶真好吃，我通常会选择水果口味的。这些也很好吃。我们接下来去看看乳制品区吧。是的，我也需要买点牛奶。太好了，我们到那儿的时候，我顺便买点奶酪。奶酪是必备的。你最喜欢哪种奶酪？我非常喜欢味道浓郁的切达奶酪，它能为菜肴增添绝佳风味。切达干酪味道太棒了，做三明治简直完美。没错，说到三明治，你午饭有打算吗？还没呢，或许我应该用这些食材做个三明治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计划。我们先把购物买完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做饭了。没错，我们越早购物，就能越早吃饭。祝您购物之旅一切顺利。第二课，拥抱本土文化。我对我们的旅行感到非常兴奋，与当地人交流将是此次旅行的一大亮点。当然，与当地人交流能丰富旅行体验。是的，了解他们的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参观的地方。我同意，历史赋予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地标建筑以生命。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策略来与当地人建立联系？我认为在当地咖啡馆开启对话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听起来很棒，人们在轻松的环境下往往更愿意敞开心扉。没错，
而且我们还可以请他们推荐一些鲜为人知的宝藏景点。没错，当地人最了解他们所在的地区。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参加社区活动或节日庆典会很棒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节日能够展现当地的传统和文化。他们提供了一个在热闹的氛围中结识朋友的机会。我也很期待尝试传统美食。美食是体验文化的绝佳途径。你旅行时有没有参加过烹饪课？我去过，那是一个学习和与当地人建立联系的好方法。听起来真棒，我很想参加这样的课程。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，而且你还能享受自己的作品。学一些当地语言的基本短语怎么样？这是个明智的策略，它既体现了尊重，又能为你打开机会之门。此外，即使你犯了错误，当地人通常也会感激你的努力。没错，它能建立联系，让互动更加真诚。我渴望融入当地文化。我也是，这会让我们的旅行令人难忘。让我们列出一些促进当地居民参与的活动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包含所有项目的行程。祝愿这段旅程充满与当地人的联系和丰富的历史底蕴。第3课，1813年的斗争。真是危急时刻。1813年春天，整个省份似乎都濒临崩溃。是的，我读过那段时期的资料。他们当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？该省当时正面临粮食短缺和政治动荡的双重困境。那一定给当地居民造成了紧张的气氛。没错，很多人都在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苦恼。我无法想象生活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中，领导人是如何应对的？他们试图争取支持，并制定稳定计划。这些计划是否立即产生了任何效果？起初收效甚微，人们越来越感到沮丧。这可以理解。绝望之下，人们往往会采取极端行动。的确如此，许多社区团结起来，互相支持。这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是的，即使在困难时期，善举也层出不穷。逆境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没错，这展现了人类精神的韧性。这件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？领导人逐步实施了更有效的政策。那肯定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。确实如此，但最终该省局势开始稳定下来。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，看到希望依然能够战胜一切，这令人深受鼓舞。是的，1813年的事件提醒我们社区的重要性。
当然，只要人们齐心协力，就能克服巨大的挑战。我们不要忘记那段时期汲取的教训。的确如此，历史教会了我们关于韧性和团结的宝贵经验。让我们从过去吸取教训，共创更美好的未来。第4课，不可预测之美。我昨天遇到一位陌生人，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。真的吗？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你们都聊了些什么？我们聊了聊人生经历和对未来的梦想。难道你不觉得那些意想不到的邂逅竟然能引发有意义的讨论，这很神奇吗？没错，我完全没想到这个人会这么有魅力。一次简单的会面竟能促成如此多的联系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是的，我从这位陌生人的视角中学到了很多。你发现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分享了各自前往不同国家的旅行经历。听起来真棒！旅行往往能开阔人的视野。确实如此，他们讲述了很多关于所遇到的各种文化的精彩故事。我很想听听更多关于这些故事的内容。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印度一个庆祝色彩的节日。哦，洒红节，听起来充满活力，令人无比欢乐。是的，他们描述的方式让我很想亲自体验一下。这就是讲故事的魅力所在，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旅行欲望。没错，我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谈话竟会带来如此灵感。它表明我们应该对新的体验和人保持开放的态度。我完全同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分享。这些故事可以教会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。是的，我现在更有勇气去接近陌生人了。你应该去试试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学到什么。我很好奇其他人会讲述怎样的故事。拥抱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会让生活更有趣。当然，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即兴对话。是的，让我们继续寻找新的联系和故事。我们一起通过这些经历，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。第5课，成功策略。我将致力于改进我们的项目策略。听起来不错。你觉得哪些方面最需要关注？我认为我们的沟通策略还有改进的空间。我同意，清晰的沟通对团队合作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认为定期沟通有助于确保大家步调一致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您建议我们多久联系一次？或许每周一次，这样我们就能及早发现并解决问题。我喜欢这个频率，它既保证了规律性，又兼顾了灵活性。此外，
我们还可以使用协作工具来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。类似共享文档或项目管理软件之类的工具。没错，它们可以帮助大家保持步调一致。我以前用过一些工具，它们确实很有效。那么，头脑风暴会议呢？我们应该安排这些会议吗？是的，它们能激发创造力，鼓励团队合作。太好了，我下周会安排一次。太好了，我很期待看看我们能碰撞出哪些火花。我们也应该鼓励团队成员公开分享他们的反馈意见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公开对话才能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。我同意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重要。你认为我们应该为这个项目设定一些具体目标吗？当然，明确的目标能让我们保持专注和动力。不如我们在第一次入驻时就明确一下我们的目标。那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开始。我会准备一份议程。太好了，让我们携手并进，共同实现目标。是的，我期待看到我们的战略付诸实践。我们携手就能创造出有影响力且成功的事物。让我们携手合作，实现我们的目标。第6课，周末计划。那么，你周末有什么计划？我还没决定，我正在考虑补个觉。听起来很诱人。好好休息，确实能让人精神焕发。是的，我最近感觉有点累。你呢？我打算去徒步旅行，但我也需要多睡一会儿。徒步旅行听起来很棒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徒步路线？我在湖边发现了一条很棒的小径，景色美得令人窒息。听起来真不错，大自然总能给我们带来活力。确实如此，但我同时也喜欢宅在家里的感觉。慵懒的周末没什么不好，有时候它甚至是必要的。没错，一本好书配上一条舒适的毯子，真是太诱人。你现在在读什么书？我正在读一本悬疑小说，情节扣人心弦，让我一直紧张不已。悬疑剧太刺激了，我喜欢剧情反转带来的惊喜。是的，我喜欢在真相揭晓之前尝试解开谜团。它让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体验。说到互动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徒步旅行吗？我非常乐意，呼吸新鲜空气和锻炼身体听起来真是绝妙的组合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边聊天边欣赏风景。而且我之后还能补觉。没错，先来点小冒险，再好好休息，听起来就是个理想的周末。我好兴奋，我们计划一大早就去吧。
没错，晨光让一切都显得那么梦幻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一起体验大自然的美丽。祝您周末充满冒险和放松。第7课，管理作业。我的任务太多，时间却不够用。我理解那种感觉，确实会让人不知所措，对吧？当然，我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根据截止日期来安排任务的优先级？听起来是个好策略，我应该怎么实施呢？首先，列出你所有的作业及其截止日期。有道理，我可以看到哪些快要到期了。没错，这样你就可以先处理最紧急的任务了。如果我还有其他同样紧急的任务怎么办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要考虑每项任务的复杂性。所以，我应该先从简单的开始，积累经验吗？没错，完成一些小任务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。这样我就可以专注于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了。没错，把它们分解成更小的步骤就更容易管理了。我喜欢这种方法，感觉没那么令人畏惧。另外，你每天会设定具体的学习时间吗？我通常不会这样做，但我应该开始这样做。安排学习时间可以帮助你保持条理清晰、专注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会制定一个学习计划表。太好了，记得要安排休息时间，让自己恢复精力。是的，我经常忘记休息，结果感觉精疲力竭。休息至关重要，它可以提高你的整体工作效率。非常感谢您的建议，这让我感觉更能掌控局面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，我们每个人有时都需要一些支持。你愿意找个时间一起学习吗？听起来太棒了，我们可以互相激励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完成这些任务吧。祝您时间管理高效，学习顺利。干杯！让我们充分利用时间。第8课，工作文化与选择。我最近了解到，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更愿意为了新的机会而辞职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。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意愿？我认为这源于对个人成就和自我实现的强烈关注。这很有道理。人们往往会将个人目标置于工作保障之上。没错，相比之下，集体主义社会的人们可能更重视稳定。是的，他们通常把集体的需求放在个人愿望之上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我们的职业选择？当然，它会影响到方方面面，从工作满意度到职业变动。
你是否经历过这种文化差异？是的，我出国旅行时注意到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有所不同。什么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？在某些地方，即使人们不快乐，他们似乎也不太愿意辞职。这和这里的心态截然不同。没错，人们在寻找新工作时常说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这句话完美的概括了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。确实如此。你认为这样做有什么缺点吗？没错，频繁跳槽会导致职业生涯不稳定。确实如此，而且这可能会阻碍深厚职业关系的建立。这一点很有道理。强大的关系网络在任何领域都至关重要。所以，或许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才是理想的状态。我同意，两种观点都为职场带来了宝贵的见解。观察各公司如何适应这些文化差异，将会非常有趣。是的，组织可以创造尊重各种价值观的包容性环境。没错，这有助于营造更加和谐、高效的工作环境。让我们共同拥抱工作文化中的多样性。第9课：超市奇遇记。很高兴我们来了这家超市，我几乎找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。您在找什么呢？我需要一些做晚餐的食材，但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意大利面卖完了。糟糕，缺少关键原料总是令人沮丧的。是的，我一直很想吃一盘美味的意大利面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会选择另一种意面吗？也许可以，但我也可以试试做个炒菜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指的是哪些蔬菜呢？我想到的是甜椒、西兰花和胡萝卜。这些都是绝佳的选择。它们能增添亮丽的色彩和风味。没错，但我还是希望能找到我的意大利面。有时，计划的改变会带来令人惊喜的结果。你说的对，我会对晚餐保持开放的态度。说到惊喜，你在店里看到什么有趣的产品了吗？是的，我注意到有个专区卖国际零食，看起来很有意思。我喜欢尝试不同国家的零食。你选了什么吗？我从墨西哥买了一些辣味薯片，很期待尝尝。听起来真有意思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它们的味道如何。我会告诉你，他们是否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了。请务必尝试，我喜欢挑战吃辣。或许我们稍后可以安排一次小吃品尝会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吧。现在我很期待晚餐，
即使没有意大利面也没关系。这将是一场厨房冒险。愿你收获意想不到的发现和美味佳肴。第10课，探索当地商店。我正在为这个周末的活动寻找一些特别的东西。或许你可以去逛逛当地的商店，他们那里可能选择更多。真是个好主意。我常常忽略了本地小店的魅力。是的，他们经常出售一些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独特商品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本地商店？街尾有一家很棒的精品店，出售手工制品。手工制品总是很特别，我很欣赏其中的匠心工艺。没错，而且在本地购物也能支持小型企业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想为社区做贡献。你一定会对你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感到惊讶。我很好奇，他们通常会提供哪些类型的物品？他们通常出售服装、珠宝和手工家居装饰品。听起来太好了，我家也需要一些装饰品。你或许能找到一款完美契合你风格的东西。但愿如此。那食品店呢？你知道哪些比较好的吗？是的，这里有个很棒的当地市场，出售新鲜农产品和美食。新鲜蔬果听起来真不错，我正需要一些健康零食。他们还有一些独特的酱料和抹酱，值得一试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一定要去尝尝。咱们好好玩一天吧，我们可以一起逛逛不同的商店。我太喜欢了，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有趣。没错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次迷你冒险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我们当地的隐藏宝藏吧。是的，让我们拥抱我们社区的魅力吧。我非常兴奋，想看看我们会发现什么宝藏。第11课，幼儿园经历。我妈妈昨天和幼儿园老师谈过了。哦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他说了什么？老实人很好，他说我妹妹表现得很好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。他具体提到了哪些内容？他称赞我妹妹在艺术项目中展现出的创造力。太棒了！在这个年龄段，创造性表达非常重要。是的，老师说我妹妹喜欢画画。我能想象，孩子们往往拥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。没错，老师还提到她很容易交朋友。太棒了！社交技能在早期教育中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很高兴知道她在那里过得很开心。你妈妈有没有问过你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？是的，她询问了我妹妹的倾听能力。
老师说了什么？老师暗示他有时需要提醒才能集中注意力。这对于小孩子来说很正常，他们精力太旺盛了。是的，看来我妹妹在这方面很典型。您对这些反馈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这很有帮助，这给了我们一个支持她成长的机会。当然，培养良好的倾听习惯对她将来大有裨益。我会帮助她完成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动。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，你还可以让它变得很有趣。没错，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游戏既能带来乐趣，又能寓教于乐。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效果最好。我很高兴看到他在幼儿园里茁壮成长。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新的发现。祝我妹妹在学习和友谊的道路上一路顺风。第12课，定价策略。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对新产品提供折扣？是的，我认为折扣可以吸引更多顾客。你认为哪种折扣最有效？批量购买可享受折扣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这样可以鼓励顾客购买更多商品。没错，买的越多，省的越多。折扣比例确定了吗？我建议大宗订单可以先享受10%到15%的折扣。这似乎很合理，既能吸引顾客，又不会损害我们的利润率。是的，我们也必须确保它对我们的业务有利。那么，季节性促销活动呢？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吗？当然，季节性促销活动可以营造紧迫感，从而促进销售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限时优惠可以促使人们快速做出决定。没错，人们常常争先恐后的抢购优惠商品。我们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这些折扣吗？没错，社交媒体是触达更广泛受众的强大工具。我们可以制作引人注目的图片来展示优惠活动。这肯定能吸引眼球，视觉效果在营销中至关重要。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通过电子邮件营销来通知现有客户？当然，他们很可能会喜欢独家优惠。这是建立客户忠诚度并保持客户参与度的绝佳方法。是的，满意的顾客更有可能再次光顾并推荐我们。让我们最终确定这些策略，并准备我们的营销材料。同意，我们携手一定能打造一场引人入胜的宣传活动。让我们通过巧妙的定价策略来提升销量吧。第13课，为和平而志愿服务。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抽出时间为不同的组织做志愿者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你打算如何参与呢？我希望尽我所能，
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贡献。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，有很多组织都致力于和平倡议。是的，我了解过一些促进对话和理解的本地团体。参与社区对话可以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。没错，我认为理解不同的观点至关重要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参与青少年项目的志愿服务？我已经这么做了。教导年轻人同理心和合作精神至关重要。当然，他们是世界未来的领导者。你呢？你也有兴趣做志愿者吗？是的，我非常乐意加入你们的这项事业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我们携手合作，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。我同意，我们还可以激励其他人参与进来。是的，提高人们对和平倡议的认识非常重要。或许我们可以组织一场活动来鼓励社区参与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！我们可以举办一个以和平为主题的研讨会，并邀请能够分享经验和见解的演讲者。是的，个人故事可以激励他人采取行动。我可以协助活动的策划和宣传工作。太好了，我会专注于为参与者设计有趣的活动。我们将共同举办一场促进理解与团结的活动。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改变世界。是的，让我们致力于成为我们社区变革的推动者。我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感到兴奋。